只要被这种植物刺中一下，等到他采集完目标的血液后，就会立刻孕育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克隆体，而本体用不了多久就会毒发身亡。培育出的克隆体则会根据气味感应猎物的方位，等他找到本体的尸体后，就会立刻将其掩埋，避免被其他动物发现。随后便会偷偷地混入族群之中，等到猎物们都睡着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就会像包子一般轰然炸开，将体内的毒素全都扩散到其他动物身上。毒液具有强烈的腐蚀性，中毒的动物身体会立刻开始溃烂，用不了多久整个族群就会灭亡，而它们的尸体则会成为植物的养分，很快就会重新长出一片植物森林，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批猎物的到来。而这天恰巧有一支冒险小队经过，毫不知情的他们路过森林，还在好奇附近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动物尸体。其中一名女队员细心地发现，在动物群中有一只动物的行为表现得很是怪异，不过他们却并没想太多，还以为它是生病了。于是两人开始继续赶路，中途在休息中，队长不幸被这种植物刺中，起初的他并没有太在意，在简单的处理过后便继续向前。可还没走多远，队长突然感觉到头晕眼花，并且身体也使不上力气。女队员连忙替队长检查，这才发现他的伤口已经开始溃烂，担心队长身体撑不住，于是两人决定在此处休息一晚。而此时植物的克隆体也完成了培育。夜里女队员外出捡柴，发现暗中有道人影在偷偷地跟着自己，她还以为是队长，于是便上前查看，可刚一靠近，黑色人影便迅速地逃走了。女队员很是疑惑地回到营地，询问队长刚才为何跑到外面，可队长却表示自己一直待在这里，哪也没去。两人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的周围。但白天的奔波让女队员很是疲惫，很快她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等到她再次醒来时，看到队长正在狼吞虎咽地吃东西，她还以为队长身体有所好转，可刚想和对方打招呼，身后的土堆里却传来一阵惨叫声。女队员连忙跑过去扒开查看，没想到里面竟然是队长。那刚才自己看到的又是什么东西？她扭头看去，发现是一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。女队员被吓坏了，而怪物则是迅速向两人扑来，她一把就将女队员推倒在地，然后拼命地将队长重新埋回土里。女队员连忙捡起一根棍子，对着怪物就是当头一棒。在将队长从土里救出来后，怪物也再次向两人扑来。眼看情况不妙，女队员故意将怪物引到火堆旁，随后拿起助燃器对着篝火猛地一吹，熊熊大火瞬间就将怪物吞噬。怪物拼命地挣扎嚎叫，最终被大火彻底消灭。可两人携带的物品也被全部烧毁。